还有你，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！阿嬷，少少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。别装模作样了，皇后要见医官是吧？好啊，不妨打开殿门，喊给所有的人听听，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。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，不让所有人进来吗？少少，你以为皇后是怕你？她是护着你，让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，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？区区一死，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？你不怕死，你来什么长秋宫？你只管去找圣上，去理论，去寻死，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人，果然是那庶子重义的货色。你们的心倒往一处使，我并不怕死，圣上也不会让我死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？施恩不图回报，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文修君竟然不知。也不知道当初乾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？这乾安老王爷也真是的，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？哦，也对，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，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。你居然敢嘲讽于我！少上不得无礼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，你自然是不能成婚。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，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，才将皇后嫁给圣上。此事皇后一点都没欠你。雪晨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如此的嘲讽我？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。话是我说的，若你觉得我说的实话冒犯到你，那实为大错。我这个人粗鄙不堪，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。文修君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陈少商，你以为你是何人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他也不过是个被羞怯的疯癫之妇所生。虽然自幼在宫中教养，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啊！子胜的功绩荣耀，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，并非是圣上的偏爱。总比某些人好，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，在长秋宫里撒野。大胆！你不过是个才进宫聆训几日的小女人，宫中的规矩一知半解，还竟敢来指教我。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，何为天家尊贵，何为庶民卑贱？住手！薛神安，我阿弟要铸币全你不给，我要教训这个蠢婢，你也拦着。我早就知道你就是个忘恩负义、尚无抽屉之人。哎，你够了！陛下，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。不必多礼。你有没有事？适才听闻，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，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，可有此事啊？怎么，宣家姑父早亡，我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，养育其儿女，莫非这些恩德，我连说都不能吗？姻亲之间，恩情要如何才能算清？早在最初，文修君祖父曾历大难，在那时候，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，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。此后，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助宣氏，此恩也是报恩。这一来二往，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？陛下，我阿父当年为救孤城捐躯，妾有兄弟姐妹几十人，四处离散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弟。今日我是来求皇后照拂一二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如果你有事要走，为何不曾让车骑当将军在朝堂之上提奏啊？哼，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，
你就是知道皇后会一再的容忍宽宥你。今日你对皇后不敬，言行逾矩，不失礼数，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妾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不行，治不了，让他说。朕看文修君呀，今天是意犹未尽啊。文修君可选，是留在此处，听候圣上处罚，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？帝后当真没白养你，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走狗。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，处处维护皇后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，儿女身家的性命，在文修君此处，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。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。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，一向冷心冷情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。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父驰援孤城，他怎会大节未至便身死？文修君可知，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捷身死？自然知晓。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，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。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，小月侯便告知我父。可惜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，冒着风险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，最后失去了性命。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，我阿父才孤独惨死在荒蛮。若我阿父还在，这天下鹿死谁手，还未尝可知呢。文修君，此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莫被人挑唆了去。你此话何意？小月侯与宣氏向来不和，他所言未必属实，你又何必深信不疑？还有，这些年来圣上对小乾安王已经仁至义尽，他手握铜矿，定然衣食无忧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莫要偏听偏信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此乃宫中新调安息香，你喜欢怎样的气味，只管说来。日后你在宫中学习，可在此处小憩。皇后特意将此处收拾出来，就为了给臣女武器用的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！女儿家要娇养，你离家来到宫中，在余座下学习规矩，本就委屈你了。若不能令你安心无忧，岂不是对不起日夜挂念你的父母吗？你瞧瞧，还需要添置何物？只管说来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子慎说你喜欢琢磨工匠图纸，余命宅媪在此处安放了一条长案，专门让你用来画图纸用的。皇后，其实在家我阿母也不曾这么对我，所以皇后不必劳烦这些的。
你阿母是上过战场的女将军，杀伐果断，教导孩子难免严厉些。我方才在圣上面前告了你外甥女的状，皇后不怪我吗？不怪。是因为我是林将军的未来心腹，所以你爱屋及乌？也不全然是。能让子慎心仪的女娘，与自然心怀好奇与喜爱，又听闻你幼时生存不易，如今还能如此乖巧懂事，于从心底越发想对你好些，再好些。我何时乖巧懂事过？方才告了王林的状，估计已经给皇后惹了天大的麻烦了。灵儿自有乾安王府母族撑腰，自幼所受委屈和轻慢并不多，而你则不同。你自幼不在父母身边长大，受尽大母婶娘搓磨，余也曾身处一模一样的境地，深知生存不易，难免会怜惜你，偏爱你。就算是有些许的言语无状，也不觉得被冒犯。你可懂于偏疼你的心？谢谢皇后，少商懂了。今日你告了王林一状，不只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吧？你分明就是在试皇后与圣上究竟待你如何，投石问路罢了。我日后是要在皇后手下讨生活的，若是不知己知彼，如何才能百战不殆？那你可看清楚了皇后的脾性。皇后当真是个极好极好的人，哪怕她告知我是因同情我幼时遭遇才会偏心于我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难看。你可知那种被人偏爱的滋味？可皇后尚不知我人品，就对我如此照拂，皇后心可真软。有时心肠过软，并非是好事。为何这么说？日后你若是想知道皇后与圣上的脾性，大可直接问我，不要拿自己冒险了。可我也要让他们趁机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。我生平最不喜欢风来随风倒，雨落顺水流之人，哪怕是死在奋力搏杀之中，我也不想坐以待毙，束手无策。那你可有听说关于我的故事？我就是在长秋宫里长大的。所以呢？你真的想知晓我是个怎样的人吗？你是个怎样的人？随我来。哎，你的腿！林不言，当真是跑不动了。小时候，我经常驻足在此，来看这万家灯火，星光灿烂。那时的我还没有这墙垛高，
想要看，还得爬到这墙垛上面。彼时我便渴望，这璀璨灯火中，若是能有一盏莹莹之光，是真正属于我的，那便好了。那还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当真不容易。娘娘，你可知我为何从军啊？我听闻是你自小崇拜你舅父霍将军。我从军，一来望报答圣上对我的抚育之恩，二来望自己身处沙场，能够永远守护这背后的人间星河。怎么了？凑近点，能看得清些。看什么呢？看你眼里的星光啊。那就再近一点，看得更清楚。什么看得更清楚？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。啊？那便是你。哎，何人在此？有人来了，赶紧走。走什么走？凌将军，你们方才看见什么了吗？属下什么也没看见。没看见啊？那便再看一次。你怎么如此模样？莫非圣上因你害得灵不疑坠马，要抄我们城市啊？那咱们是不是要赶紧收拾细软，连夜奔逃啊？圣上才没有怪罪我呢。那你怎么一副受惊模样，还脸红脖子粗的？你说我脸红也就罢了，你说一个小女娘脖子粗，脖子粗算哪门子事儿？我是因为明日要进宫去学规矩了，心中难免有些紧张罢了。你明日开始要进宫学规矩了，太好了。我是说，太不幸了，每日临训不着家，也太惨了。你且多保重，我先去睡了。又作甚？四兄，你可曾被人亲过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可是这……不能说，
听到没？我当然不会说了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哎，咦，可是要瞒住阿父阿母也并非易事。这阿母目光如炬，要是让他知道，不想死就不能说。对，说了必死无疑。你不露，我不露。好妹妹，兄弟，够义气。四兄，你可曾被人亲过？他为何要捂嘴？什么看得更清楚？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，那便是你。女公子，这都辰时了，还不起呢？女公子赶紧起了！女公子快些起！林将军的马车已在外头候着了。今日你要进宫，恭皇后学规矩，可不能迟了。女公子，起来啦！女公子但凡学功课，夜间必定睡不好。幸亏奴婢早有准备。莲芳，你现在倒是越来越细致了。你定是怕我早起没有用饭，怕我饿着肚子去学习，为啥这些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些是用来给女公子补脑的，不然天黑了也回不来呀。
阿叔，为何我们要起这么早呀？昨夜少主公顶着月光溜达半宿，我一直跟在身边不能睡。这不是少主公第一次亲小女娘吗？你将来也一样。我为了偷懒睡懒觉，我可以一辈子不亲小女娘。那你可别做梦了，将来咱们都得早起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放心不下他家心腹啊。救命！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礼，履也，所以是神至福也。以色公仪正，以使各得其序也。故有拜与荣，称以为仪，礼之备矣。女公子起来啦！请随我空手速拜。空手互拜，速拜，互拜，速。女公子快些起！损豫章以剖之，从法度以成之。臣法度以从之。鞭，竹豆也，食以早宿。食以早宿。这是你临摹错的几个字，我帮你圈出来了。错这么多？你幼时从未学过书写，如今急急在学，自然比常人吃力许多。错了再写便是。臣女每每看到这些圣人典籍，便忍不住要昏昏欲睡。典籍中的好些道理，本就不是你这个年龄能够通达的。你不懂，学来自然无什么乐趣。有些书啊，是读给别人看的，真对咱们有用吗？也不是。所以，那些小女娘们常凭这些讽刺臣女，说臣女无能，其实也不全是臣女的问题，对吗？这个9连环，我至今都没有解出来。我会的。开了。花浩，这是我设计的机关。我善诗文典籍，你善机关之术。你看，这是我造的。每个人都有自身擅长之事。这是我做的一个小女。别人不会的，
你会，别人会的，我慢慢教你，你不日也会。宜卧冠之气，宜卧冠之气。你不必自卑，大可昂起头自处。你比他们差在何处？我不只会机关之术，这女还会别的。皇后可想知道？哎呦，程娘子！哎呀，程娘子，你太荒唐了，怎敢在皇后身上踩踏呢？我在给皇后开背呢。皇后说她腰背不适，此方法可以放松筋骨，让其不是拧在一处。您问皇后可有好些？确实松快许多。想不到少商君还有此等本事。放轻松，少商妹妹，改日也教教我，我也学上一学。洛娘子学来可是为了嫁去西北服侍夫君用。翟敖可别取笑我，倘若可以，我真想和程娘子一样，留在皇后身边服侍她，好过远嫁西北与家人分离。说起来，我真羡慕程娘子有这般的好运气。洛娘子还是第一个说我运气好之人。程娘子能驾驭凌将军这般的少年英雄，不知道羡煞全都城多少女娘。其实洛娘子也不必自怜，贾家在西北也是世家大户，你嫁过去便是当家女君，日子不会差的。圣上既然治我家灵儿的罪，殿外是谁在喧哗？一听就是文修君，不知为何而来。哪个文修君？皇后的从表妹文修君，就是你告的王娘子的母亲。那她岂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你若在朝为臣，定是个佞臣。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宫廷禁地，非命召见。他这人怎么说来便来了，这简直就是罪加一等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就是那程家娘子吧？哼，生的容貌倒是好，就是靠这姿色诱惑子胜的吧？哎呀，你这小女娘，进长秋宫才几日，却把皇后这一套拒人门外的做派学得好好的。少商，此处的摆设可真是冷清简陋，看来姨母待你也不过如此。我幼时住在宫里，用的可是清一色的描金漆器，铺的是鲛绡锦缎，点的香是凤栖骨，饮的是……这杯子是子胜特意派人送来的，不烫手吧？细陶所制，当然比漆器更好，自然不会烫手。啊，还有这个坐垫，也是子胜送来的。他怕我整日跪着学习，双膝受损，特意送了个更软和的过来。这跟家中的还是一模一样呢，用着也是习惯。楚少商，少一口一个子胜叫，你不过就是找了个好郎婿，用得着得意成这般？自然是要得意的。我若不得意，你允家阿母
怎会如此气得牙痒痒？你不要脸！王娘子，说了你可能会不信，但其实我是喜欢你的。哼，你再示好也晚了。因为你蠢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够蠢，你一开口就能让人抓着把柄。自我头一次在自家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应该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闭嘴。圣上向来厉行节俭，皇后的寝宫我又不是不曾见过，何来你口中的描金漆器、娇敲锦缎？你睁着眼睛说什么大瞎话？你真不怕圣上治你一个生活糜费之罪？那些原本就是旧王宫里的陈设，不曾用到国帑。说半天不是你的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出去。谁说不是我的？你可知我乾安王族生活用度本应比这皇宫要更加富足。我外大父乃文氏先祖，前朝重臣，自祖辈起就富甲天下，屯兵过万。皇上本与岳飞青梅竹马，是为了与我外大父联合，才娶了寄养在他家中的皇后。只可惜，自从孤城一战，我外大父过世，我家族才一落千丈，才成了如今这般过气的王族。你倒是护着这个陈家娘子，我一来你就让她避开，怎么？是怕我为了灵儿的事收拾她？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陈家娘子哪里？不学无术，粗鄙不堪。哎呀，有些女人也真是悲哀呀。夫君无爱，儿子无能，儿媳无良，生个女娘还处处无德，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用在个外人身上。妹妹是心中有怨气，所以特意跑来羞辱于吗？我可没有怨气，也并非为了王家人来寻你的麻烦。我今日是为了我阿弟小乾安王而来。我幼弟前日留书给我，说是寿春生活清苦，想在蜀地铸些钱花。我们乾安王一脉为了圣上当年的基业，死的就只剩下这么一根独苗了。这些个小事，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啊。朝堂之事，余向来是不过问的。妹妹找错人了。什么不过问？你可记得当年我们乾王一族对你的恩典吗？你阿父死了，是我家收养的你。妹妹慎言。什么慎言？你才慎言呢！我以前不跟你计较，你还真以为身为一国之母就这么厉害吗？月月爱，你以为自己如今成了皇后，扎饵，发生何事？皇后与文修君有些争执，皇后吩咐关闭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哥个称赞你温良恭俭，我呸！就该让他们都来看看你如今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当年你们母女姐弟依附在我家生活，我待你不薄啊，好吃的好穿的我都分你一半。我阿父还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连雪狼婿都给你挑最好的。位至帝王，这你都忘了吗？舅父待我们的深恩厚德，余永世不敢忘。可是我阿父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家教不取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他生前势力如山崩塌，我也只剩下一个幼弟，还被圣上立做个活招牌。现在活着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，为的就是不让世人说圣上是个寡言恩情之人。纯娘子，还有你，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。阿母，少少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。别装模作样了，皇后要请医官是吧？好啊，不妨打开殿门，喊给所有的人听听，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
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？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，不让所有人进来吗？少少，你以为皇后是怕你？她是护着你，让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，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？区区一死，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？你不怕死，你来什么长秋宫？你只管去找圣上，去理论，去寻死，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人，果然是那庶子重义的货色。你们的心倒往一处使。我并不怕死，圣上也不会让我死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？施恩不图回报，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文修君竟然不知。也不知道当初乾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？这乾安老王爷也真是的，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？哦，也对，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，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。你居然敢嘲讽于我！少商不得无礼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，你自然是不能成婚。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，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，才将皇后嫁给圣上。此事，皇后一点都没欠你。雪晨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如此的嘲讽我？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。话是我说的，若你觉得我说的实话冒犯到你，那实为大错。我这个人粗鄙不堪，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。文修君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陈少商，你以为你是何人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他也不过是个被羞怯的疯癫之妇所生。虽然自幼在宫中教养，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啊！子胜的功绩荣耀，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，并非是圣上的偏爱。总比某些人好，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，在长秋宫里撒野。大胆！你不过是个才进宫聆训几日的小女娘，宫中的规矩一知半解，还竟敢来指教我。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，何为天家尊贵，何为庶民卑贱？住手！薛神安，我阿弟要铸币全你不给，我要教训这个蠢婢，你也拦着。我早就知道你只是个忘恩负义、手无抽屉之人。哎，你够了！陛下，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。不必多礼。你有没有事？适才听闻，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，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。可有此事啊？怎么，宣家姑父早亡，我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，养育其儿女，莫非这些恩德，我连说都不能吗？姻亲之间，恩情要如何才能算清？早在最初，文修君祖父曾历大难，在那时候，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，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。此后，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助宣氏，此恩也是报恩。这一来二往，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？陛下，我阿父当年为救孤城捐躯，妾有兄弟姐妹几十人，四处离散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弟。今日我是来求皇后照拂一二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如果你有事要走，为何不曾让车骑大将军在朝堂之上提奏啊？哼，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，你就是知道皇后会一再的容忍宽宥你。今日你对皇后不敬，言行逾矩，不失礼数，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妾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不行，止不了，让他说。朕看文修君呀，
今天是意犹未尽啊！文修君可选，是留在此处，听候圣上处罚，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？帝后当真没白养你，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走狗。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，处处维护皇后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，儿女身家的性命，在文修君此处，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。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。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，一向冷心冷情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。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父驰援孤城，他怎会大节未至便身死？文修君可知，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捷身死？自然知晓。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，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。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，小月侯便告知我父。可惜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，冒着风险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，最后失去了性命。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，我阿父才孤独惨死在荒蛮。若我阿父还在，这天下鹿死谁手，还未尝可知呢。文修君，此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莫被人挑唆了去。你此话何意？小月侯与宣氏向来不和，他所言未必属实，你又何必深信不疑？还有，这些年来圣上对小乾安王已经仁至义尽，他手握铜矿，定然衣食无忧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莫要偏听偏信。小月侯当年因不满圣上娶皇后，一直视老乾安王为眼中刺，怎会那般好心替他探路？他巴不得宣氏一族全部死光，岳飞就可做后位。盯死小月侯，继续查。是。我倒是何人被长秋宫撵出来了？原是文修君啊！皇后最是宽厚仁慈，今日怎会不容你这个昔日表姊妹，令得文修君如此羞恼离开呢？我们文宣两家之事，就不劳公主费心了。听闻文修君是为寿春矿铸币事来求皇后的，怎么？乾安小王已无米下锅吗？也不知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妄想要铸币之权，穷疯了吗？我刚才说过了，不劳三公主费心。三公主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。疼。现在知晓疼了。
既然怕疼，还敢挡在皇后前面。我若不挡在前面，皇后岂不是受伤了？那文秀君也真够嚣张跋扈的，亏皇后还肯忍他。你放心吧，即便你不挡在皇后前面，那烛台也砸不到皇后。文修君是蠢，但那毕竟是在长秋宫，他自会收敛锋芒。你如果不挡着，他自然会泄了力道，换一个方向。你是在笑我蠢？随便吧，你要笑便笑吧。我入宫不久，怎知你们这些权贵之人心中的玩玩人？少沙，以后你别再轻易插手不该你插手之事。此话何意？文修君是乾安王之女，皇后地位显贵，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二人争执需要你来保护呢？那你为何又觉得皇后不需要我来保护呢？没错，皇后在你们眼中尊贵无上，可今日她被文秀君羞辱之事，你与圣上在何处？你为何会觉得自身强大之人就不需要保护呢？那你呢？少少，自身强大如你，为何就不需要我的保护了？举灵侯府到！下车吧。陈少商，15岁时，我曾见过昆仑云海，漂浮在天界与山巅之间，至真至纯，沁透人心，就如同在滑线时，你望向我的眼神。我喜欢你与我说话时无拘无束的模样，总能令我快乐。我还喜欢你不畏惧权势，不畏惧艰难。你要记住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这人不轻易交付真心，但一旦交付了，便不会再回头。但如果你不能同样的交付真心于我，我宁愿将此心收回。多亏舅父贡献佳绩，那个文修君果真是个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。咱们不过略撒些饵料，他就轻易上钩去铸币了。我已经买通了他的经手人，到时候这些伪币会以低价到你我手中，届时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。这样一来，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。可私自铸币造钱，同谋反之罪，舅父不怕？哎，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，有矿山的是寿春，铸币的是小乾安王，这不服不忿的是文修君，咱们最多也就是误用伪币而已。还是舅父想的周到。
来。不过你也得警醒一些。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，你也是知道的。特别是你母妃，最不喜欢旁人弄些弯弯绕绕给她添啰嗦。可恰恰你又是一个爱显摆的。我可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，而遭到陛下的处罚，那将会给岳氏带来巨大的麻烦。舅父只管放心好了。若非长秋宫那位抠抠缩缩，非要宫中节省用度，我何至于铤而走险，到处想法子挣钱吗？哎，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上酒。二位贵客，此乃小店新酿的美酒，名曰花开富贵，二位可要尝尝？田掌柜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花开富贵，好名字，来，我尝尝。以后咱们岳氏可不就是要富贵了？富贵又如何？那凌不疑还不是有眼无珠，看不上我，偏偏千挑万选，选出个无理的女娘。二子总劝我息事宁人，可每每见他，我心底火便压不住，别被我撞到他落单，否则我定要让他明白，在天家生存有多难。女公子，你为何看起来没精打采的？女公子莫非是思念林将军，日难寝夜难安啦？你胡说，我思念他做什么？那你为何一直在门口等着？再说了，林将军说今天不来接了，你为何迟迟不上马车？我是在等阿母。之前进宫之时，他都会来嘱咐个7、80句，如今也不管我了。那不是从前吗？如今女君说有皇后教导女公子，她可从此安省些了。没人管的感觉真好，真好。三公主，那不是程娘子吗？天都不忍负我，让他撞到我手中了。站住！大胆！深宫之中，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。三公主，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？就随意起身。这些时日，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，母后可曾教过你，在宫中，贵人若未命你起，你便不能起，还不跪下！在宫中对公主、皇子不恭不敬，罔顾礼节规矩，该当何罪啊？该当死罪。那便拉下去杖责好了。三公主，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？你我是无仇怨，但我最讨厌无自知之明之辈。谁能想到，十一郎挑来选去，竟看中你这般货色？你既闯入皇庭，享了不该享的福气，就该承受这贪心之人当受的罪。
来人，拉下去，给我掌嘴，打到林不疑心疼为止。等等，三公主既知道我未来郎婿是林不疑，我阿父是曲灵侯，我是奉皇后之命来长秋宫聆讯，你百般刁难不说，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刑，当真是不把圣上皇后放在眼中吗？你牙尖嘴利的很啊！可惜今日长秋宫的人都不在，可没人护得住。身子不替，手放平，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。看什么？来人，掌嘴！看什么？接着来啊！住手！楚妃可是要拦着我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？程娘子入宫，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亲教。三公主责罚少商不守规矩，可是说母后没教好，要当众责罚母后吗？楚妃严重了。母后方才还询问我，一会儿就是午宴了，怎么还未曾见程娘子入宫服侍？我总不能回答母后，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，要亲自教授规矩，所以耽误了时辰吧。楚妃何必急了？我不过是与程娘子开个玩笑罢了。既是母后需要程娘子去服侍，那还是赶紧去吧。我们在午宴时，大可再慢慢聊。亏得没伤到筋骨。你放心，此事若告知母后和子胜，定会替你做主。皇后要操持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不想麻烦她，我也不想事事都靠林不疑。终究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。你呀，就是太好强了。三公主仰仗自己是最受圣上宠爱的岳妃所生，上头又有三皇子那般能干的亲兄，向来不将我长秋宫中人放在眼中。更何况三公主自小在小岳侯身边教养，便越发嚣张跋扈些。三公主也爱慕林将军。小的时候，她可瞧不上身子瘦弱的子申，后来子申逐渐强壮了，功成名就后，她倒惦记上了。说到底，未必多心爱子申，无非是贪恋颜色与权势罢了。我这手啊，原本也不该跟着我进宫的，他也是贪恋权势不肯出宫，这不都上了2回了。难怪子申喜欢你，你说话果然比旁人有趣多了。林将军的喜欢我可担不起，我也是为了他才进了宫里，惹了这么多麻烦事。子申刚入宫时也不招人尊待，遇到的麻烦事甚至比你还多些呢。我记得有一次他被人推至河中，险些丧命，幸亏后来太子把他救上来。你可知子申那时最喜做什么？他最喜拉着仆从宫女陪自己一桌吃饭。子申自小就未曾与家人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团圆饭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每年上元灯会他都会去，就那么孑然一人站在灯火阑珊处，俯视世间月团圆，人团圆。
文修君那日的所作所为，我也听闻了。王纯将军特托我来向您与心腹致歉。子尚啊，你与王纯将军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千万莫因妇人生了嫌隙。臣并非因为私人恩怨针对车骑将军，只是因为他能力不足，实在不堪重用。殿下身为储君，当事事以国事为重，不可任人唯亲。还有那楚妃表兄孙胜，他武艺不精也就罢了，还整日吃喝玩乐，饮酒误事，这样的人，怎能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呢？殿下还是尽考虑合适人选为好。可能毕竟都是无母族妻子，不过是份行差罢了。今日是霍将军的忌日，中午长秋宫设宴，你我兄弟二人好久未曾一同饮食，不如不必了。臣还有要事未曾说，恕臣失陪。可是楚妃留了你的心腹在东宫说话，你不等她一起走吗？今日霍将军继承，我与你一同回长秋宫。开席前，咱们还能再说说话。去备马车。是。我还要协助姬童阿紫操持，就不放心。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？子慎也会一起去的，他一定会护你周全的。宫中人心叵测。他一路走来多不易，必不愿你受苦。太子妃，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，东宫给进京述职大臣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？早已准备妥当。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送去便是了。是。慢着。我与梁夫人乃闺中旧识，再添上这支珠钗，以表心意吧。可这珠钗是使臣进贡给殿下的，既是殿下之物，赏赐给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最为合适。是。看起来，这做皇家心腹也是万分不易之事。其实我知道。宫中乃是非之地，我最好置身事外。但如今我必须要趟这浑水了，因为我要做他心腹，便就要知晓他是怎样的人。这里是他成长之地，我想亲自走他曾经走过的路。你这心腹倒是个敢说的小女人。太子殿下，殿下与子慎也在，刚好了，今日家宴。咱们可一同前去。殿下，臣方才想起，还有几件要事未与少商交代，先行一步了。怎么又受伤了？你不是要收回真心了吗？怎么又来找我了？是你出现在东宫，被我碰见，并非我主动来找你。好，那我便不出现在林将军面前了。是谁伤的你？小伤而已，无碍事的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自己去查。少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要记住，以后少去东宫，离楚妃也远一些。为何？楚妃没架子，
在森严的皇宫里，也只有待在东宫不受人欺辱。你不过才进宫几日，如何能分辨谁人权没架子，谁人权是傍身呢？我虽出身在武将之家，可我的心是肉长的。除非出身贫寒，和我一样，也不被公主皇子所喜欢。宫中事务，并非你想的这般简单。人心善恶，也绝非一眼能辨。若没有利益纠葛，自然人人慈眉善目；但若牵扯到权势，那就身不由己了。东宫乃是非之地，我不希望你卷入其中。太子妃还说你当年落水还是太子救的你，你怎能一心就想着自己？宴会塔之事你忘了吗？此事牵扯极广，若不想被卷入深宫事务，你还是远离些。林子慎，你总让我自己当你是你的心腹，可我如何能够就此远离？我为了你，在学着适应宫廷，因为我知道你所面对的一切，我之后也会面对。所以，这宫中你所有的曾经，我都会一点一点的去了解。我要知道，我未来郎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我自己罢。好，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。我会保护你。还曾见过母妃。我特寻都城中最好首饰匠打造的，这支牡丹国色天香，最衬母妃容貌了。我呀，最后悔当初为了追随圣上，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管，把你养得如同山野财主一般，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。你要是有你二子和三兄一半的懂事便好。你前些日子不还在怨皇后为了节约开支，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？怎么这会儿便富裕了？难道是你宣氏驸马贪墨了？母妃可别调侃我，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，挣些小小银钱罢了，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。就你捡枣不识数的，你还懂得做生意了？都城中酒楼，我凑了些份子，日后经营好分红利。母妃，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，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，也不为过吧？我不管你所言真假，但我要提醒你一句：莫为了些俗物损我岳氏颜面。还有，以后进宫别打扮成这样，好好的一只凤凰，非把自己捯饬成一只野鸡。若是你公主府有钱没处花，倒不如购得大些的铜镜照照自身，
天天打扮成山猫走兽，出去惹人笑话。母妃，你又贬斥我。三舅母今晚邀我做客，说会介绍些旧事给我，我总不能穿得太寒酸，落了皇家颜面吧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身为公主，何须在群商户面前显摆穿戴？皇家威仪才是你此生最好的颜面。母妃可别骂了，如今宫中处处削减用度，我过得还不如商户夫人们呢。我与这些夫人们来往，还不是因为长秋宫那位怂恿的父皇口口诉诉。我劝你说话谨慎些。圣上与皇后如此，那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。凭你个俗不可耐之人，也有资格嘲讽？行了，今日是霍将军忌辰，中午长秋宫设午宴，下午你父皇亲临祭典。你也去奉仙殿上磕头吧。是。站住！你就穿这身衣裳过去啊？怪就怪我生你二子时给他多生了个脑子，轮到生你时，这脑子便不够使了。你穿这身衣裳去祭奠，莫不是要连累我们岳氏全族跟你一块儿死？来人呐！拿身素色的衣衫给三公主换上。是。哎呀，数日不见程娘子，倒是容貌愈盛了啊！承蒙五皇子夸奖，多日不见，书读的可明白些了？唉，反正父皇想不起来我，随便读的好坏。本牛一无是处，书也读不明白，这岂不跟我一样？待到日后，圣上提醒你，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。我乐意。子珊，圣上其实是个好夫君，若当年没有醉酒之后宠幸了徐美人，诞下这五皇子，那便就更好了。即便是圣上也会犯错，重在补偿。自那时以后，圣上身边只有一后一妃，以及曹长氏而已了。少商继为11郎心腹，以后就是自家人了。你们来与我们一道敬酒吧。不必了，每逢今日，朕都无心饮酒。你们先行用膳吧，待朕再缓缓心境。少商妹妹，我与妹妹一见如故，日后一定要与子商来我们府里小坐。是啊，以后就是自家人了，要多走动走动。哼，三皇兄，你笑什么？
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情。子胜刚刚进宫的时候，谁待见过他？如今倒好，一个个全来示好了。子胜自小是养在母后宫中，不待见他的自然不会是母后所出的几位皇兄皇子，定是母妃宫中的。小五又说胡话，都是一起长大的。子胜与我们手足无甚分别，何来母后宫的、母妃宫的？尔等能做父皇的儿女，历经这太平盛世，已是天大的福分，当不分彼此。盛世，朕尚不可自夸，但是这个天下的确是在朕的手里太平起来的。此事，霍兄功高至伟。这都是霍将军舍命鏖战换来的，亦是父皇焚高祭鬼、宵衣干事换来的。二子与我虽是一母所出，但妹妹我可不如二子会说话，难怪父皇对你多有宠爱。陛下，汝阳王妃来了。选是。宣汝阳王妃。叔母，大人呢？客气。今日霍侯继臣，老身知陛下定设家宴，故不请自来。这是子胜心腹吧？老身倒要问问你，是如何将我家玉昌逼到三才观清修的？我与少商的亲事，是陛下亲自下旨，双亲同意。老王妃现在说这些，又是何意？双亲同意？哼！程氏，你为何不去拜见城阳侯夫人？家父家母已经绝婚了，少商不必去拜见淳于氏。淳于氏是他未来的君姑。未来君姑？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？今日是我舅父的忌辰，老王妃慎言。老身说错话了吗？长辈终究是长辈，程氏为何不去拜见？少商还未拜见过我阿母，为何要去拜见淳于氏？他配吗？你舍弃我家玉昌，处处袒护程氏。岳飞至。叔母，这是我的位置，还请叔母让一让。你不是不来吗？平时也不参加家宴的。我想念叔母了，听说叔母来了，我就想着叔母身边应该有一个能说提起话的人，这不就急急地赶过来了。来人呐！给汝阳王妃赐座。
我到底是你的长辈。若真要论长辈，叔母更是陛下的长辈，不如坐到陛下的座位上如何？我迟到片刻，你没又惹事儿吧？你若再惹事儿，我定让陛下收回你所有的食邑和奴婢。我看你无钱无权，日后如何趾高气扬？母妃，三妹已知错了。少啰嗦！你若再护着她，回头我就向女娲娘娘祝祷，让你也生一个如你三妹这般蠢笨的女娘。母妃教训的甚是，之前三妹犯错，父皇已罚过几次了，母妃就别责怪她了。我奉劝楚妃，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田，等日后真当了皇后，母仪天下时，再来教我如何行事也不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定会走得早些，不让你费这个累。哭什么哭？母妃此言折煞儿臣了。哭什么哭？接受。月恒，你的嘴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看你把孩儿们吓成怎样？皇家子女该有的气派还是要有的，不要把孩儿们管束得如此木讷。皇家子女，那更是陛下的儿女。为父母，生他们，养他们，不求他们体贴孝顺，只求他们不要行径浪荡，坏了父母的颜面。叔母，为父母的这点要求，算是高了吗？哦，也是。你家孙女就从不顾及父母的颜面，成日又哭又闹的恨家，如今都把自己折腾到三才观去了。你便是11郎的心腹吗？头抬起来。怎么这般小家子气？是吃不饱吗？母妃好眼光，这程娘子呀！小五，你怎么还是这副鬼样子？你的眼底乌漆墨黑的，是昨夜又和你那些幕僚彻夜长谈了吗？就你这副样子，怎么嫁进我们岳氏？怕是婚仪时的团扇都遮不住你吧？日后夜里还是多独处些，养养生，懂吗？不说告退就自行走了，果然是没规矩教养。罢了，成亲前还是让他多自在几日吧。我这人就是这样，心肠太软，素来又爱纵容孩儿。你怎能如此刻薄？教育子女而已，叔母为何要这般说我？是，叔母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，只喜欢陛下。也不全是，陛下幼时，叔母也是不喜的。后来，陛下年少能干，渐渐振下家财名望，叔母才开始疼爱圣上。后来，陛下登基称帝，叔母对陛下的疼爱，那更是无以复加了。月恒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是挑拨我和陛下的亲情吗？驸马公主们，并非拿你们当外人，要说长辈故事了。你们果真要接着往下听吗？有什么话你就说。当年长公主身怀6甲，虚弱难当，
叔母不肯借钱买肉买补养，冰天雪地，陛下只能只身入山行猎，只盼能猎获些皮毛肉食给长子。待陛下被霍冲兄长追回时，已冻得浑身青紫。后来是霍冲兄长出钱出人，养好了长公主的身孕和陛下的伤寒。只可惜，好人不长命。我哪儿舍不得借钱了？当年你叔父几个数月未归，我不得留下点积蓄吗？再说了，老身也不知道陛下要进山呀。子慎，你舅父死得早，你们霍氏全族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了。我和陛下都盼着你能早日成亲生子，好为你舅父全族供奉点香火，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无人祭拜，成了孤魂野鬼。至于有人要挑剔你心腹，那都是放屁。来人，给我掌着程少商嘴巴！是。谁敢？嘿，呀起！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，如此武将之下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金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君，他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，今日来的君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这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！皇后勿恙！免礼。皇后竟是不如岳飞严厉，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3句话不离妾。啊，叔母。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，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。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！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？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？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吗？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，你怎么不知事啊你？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顾董玉昌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宽里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
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臣女不曾羞辱陈然后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仅凭陈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陈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誓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陈阳侯夫人起誓更真些。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陈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她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程女起的誓可信，她起的誓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，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陈阳侯夫人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，恐怕就不一样了。子胜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飞说的是。岳飞，霍君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，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，对林毅更是情深意重，从头到脚的帮扶。可林毅呢，妻儿生死不知，未满1年，便跟着淳于氏不清不楚，他对得起霍家吗？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，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子胜身上，省下的口粮也给子胜吃，那时林毅身在何处？他正在张罗着迎娶继妻呢。待霍君华寻回来时，已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，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。是，他是品行不堪，但是他也不失是位好母亲。他从未对不起子胜，那子胜更不能对不起他，去讨好淳于氏，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，今后淳于氏非诏不得入宫。我看见这种人就觉得心酸恶心。陛下，淳于氏行事再不端，也是老身的救命恩人。今日你们羞辱他，就是羞辱我。若不给老身一个说法，我今日我就……啊，要去死啊！哈，那太好了，那可太好了啊！不要到外面叫屈喊冤。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疯妇，一有不如意啊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妻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？你说我啊，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苦修嘛？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结婚啊！为你生儿育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
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呦，陛下，哎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叔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灵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。眼下兴盛儒学呀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，休妻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哎呀，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啊，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，哎，若要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是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君前失仪呀，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妃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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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负我。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那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。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走，喝酒去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阿父阿母结婚之时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亲之前，与我阿母见一面。往后，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。我不曾害怕。你阿母只是生病了，但她并没有错，错的是毁她人生之人。长阳侯待我殷勤，我却对他冷淡仇恨。世人皆道我冷血无情，是个不孝之人。什么孝不孝的？那也是先有父慈，才有子孝，分明就是父母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？子胜，我觉得你并非是冷血无情之人。还有，你阿母，你不必太过担心。我方才见那叔父对霍夫人十分上心，定能好好照顾她。那位叔父是崔佑将军，他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，不肯娶妻，但后来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，但崔侯夫人却在产子时难产而亡。
在那不久后，我阿母便与程阳后绝婚了。崔叔父便也立下誓言，誓死不娶，为我阿母官居至今。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，用情至诚，用心至真，这一腔情谊，真是万金难换。我对你亦是如此。霍夫人如今还不识得我，日后我带你多多来看她。好，你嫁给我，日后便是此处的女君，你想来便来，无人敢拦你。对了，子慎，之后你也不必起早贪黑的来送我，这也太辛苦了。那若是我想你呢？我想你，要是想多见你一会儿，我该怎么做？那就在宫门口等我，一同进去，如何？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得早起半个时辰？无妨，我可以在皇后面前打瞌睡。可是你进长秋宫，就是为了跟着皇后学习。你若是为了我耽误了，岂不是一心不能二用？我要么一心扑在皇后和公务身上，要么一心扑在你身上。你自己挑一个。那还是扑在我身上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晚上，你若是忙的话，我便等你。我们可以蹭长秋宫的晚膳，吃完饭散着步回去，也算是消食。你若是不忙的话，我们就回家吃，如何？真想与你快些成亲啊！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慢呢？少商，要不你我真的明日就设宴定亲，如何？好。好？好什么好？逗你玩呢。3日之后已是最快，若真要明日就定亲，那太仓促了。现在只能盼着这3日赶紧过去，我才能安心。也不一定能安心的。之前我定亲的时候，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，可最后亲事不是……你怎么又突然亲我？往后，你要是还说如此我不爱听的话，我就还用这个法子堵你的嘴。3日后就设宴啊，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？子申说了，所有的事务交给他就可，咱们不需要操心。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，他去拟请点来便可。娘娘，定亲怎能如此草率呢？眼下离设宴不过2日有余，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，
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。堂子，这些子慎都已经考虑过了。他说了，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，不必管其他人。哎呀，可曾想这个林不疑是如此草率之人，行事也如此不谨慎。女君，两位女公子，城阳侯夫人到访。她来做什么？当日装病不可下聘，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，如今倒亲自登门。莲芳，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，去九追堂迎客。是。哎呀，少商果然生得标致，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。怪不得子胜这般急于娶你。上次没来下聘，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这次岂能错过？陈安侯夫人倒是健忘，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，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责罚我来着。再说，我们子慎年岁不小了，现在娶妻，怎就着急了？哦对，夫人不是子慎的亲生阿母，许是忘记她生辰了。少商，许是听子胜说了些对我的怨言，心有不满吧。不过往事已矣，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，还能不认侯爷吗？子胜碍于君华阿紫在，软不下身段来，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先走一步吗？城阳侯夫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，我身为少商的阿母，方才知晓3日后2人定亲之事。你倒是迅速得很。只要我心在子胜身上，他有何事，我能不知道呀？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请问夫人是何时寡居到林家的？是霍夫人嫁去之前，还是之后？妾身命运不济，前夫亡故之后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姨母家，幸有君华阿紫照拂。哦，那就是婚后啊。听闻当年城阳侯夫人和霍夫人相处甚协，亲如姊妹，夫人服侍左右，无有不体贴。我却与阿紫相处甚为和睦，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，侍奉外兄与阿紫。但不知为何，君华阿紫竟不肯容我，非要我姓你。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，不愿与你挤在一处。往事不提为妙。我此番前来，特是为了3日后的婚事商议如何操办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。这2位婢子是我花10万钱从南方买来，歌舞刨除样样精通，今后就留在府上，将来好伺候你和子胜。陈安侯夫人当真是有趣。如今我连子胜的床榻还不曾摸到，现下就送来2位美貌的侍女，分去我未来郎婿的床榻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你啊？你这小女娘，怎能如此满口污言秽语啊？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。这世上有人能做污秽之事，却听不得污秽之言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程少商，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，
我可曾得罪于你？你们程家就是这般待客的。程阳侯夫人，子胜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婿，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。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，不如去寻子胜啊。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，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，否则我们也绝不会逆子胜之意行事。阿母说的对，句句都是我心中所言。曲灵侯夫人，你可知以今日少商所言，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。夫人若出门传扬出去，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。我家将军虽不比程阳侯从龙的早，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也有几分薄面。连圣上和皇后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，时时赏赐。我就在想，这个都城中会有谁能信夫人的话？好，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。程少商，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，那我看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。你休想进我们林家的门。我们走。青葱，送客。哼，不必送了，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。娘娘，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纯于氏？她虽不是子胜的亲生母亲，终究有名分在，哪怕不来往，也总会相见。你说你怎么如此任性，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？阿母，我昨日见了霍夫人，若不是她，子胜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？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者，与这种人虚以为尼，我当真是做不来。可是女公子，若定亲宴，他当真拦着你不让你进门，岂不是笑话？这哪有待嫁女娘被拦在门外的？你等着看吧，届时谁进不了谁的门，那还说不定呢。今日不是林将军与程氏的定亲宴吗？怎么不见宾客呀？长阳侯夫人弄错了，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公府上，而在曲灵侯府。子胜又不是入赘，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何没有人告知我？我也在想，如此大事，怎会没人告知程阳侯夫人？哼，走去曲灵侯府。我家少主公吩咐过，今日曲灵侯府宾客悉数出示请帖，若无请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程阳侯夫人还是别去了，以免白跑一趟。哼，给我请帖。请帖我已经发完了，这该请的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。哎呀，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，哼！今日无我，这婚别想定成。雪灵侯真是好福气呀，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。哎，这都城里谁人不想凌将军做郎婿？他却万里挑一，相中了你们家的程四娘子。我程氏啊，总算要苦尽甘来了。待少商出了嫁，那我家的宋儿也该娶新妇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，亲家？城外两家在议亲，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？不是说13娘只招入赘的吗？啊？哦，我家事务
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，我并不知道。入赘入什么赘啊？你不要混说，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。哦，哎，怎么没见凌将军啊？这订婚的日子，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？也是啊。啊，来来来，大家端起酒杯，同喜同祝。女公子，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，他让我嘱咐女公子不必心焦，他一会儿便到。今日无论遇见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儿，女公子都不用慌，该骂就骂，该闹就闹，理解有他呢。里边请。哎，哎，公子，公子不是从不爱凑这样的热闹，说什么浪费时光，这聚众看人成亲的癖好，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。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玩意儿？你懂什么？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。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，便是成亲。我与程少商好歹师徒一场，不能明知前路艰险，还由着他往里跳啊！那若这成亲是苦海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都要往里跳呢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家公子我般看得通透。好。那敢问通透的公子，那对人是做甚的？二位夫人，请柬。没有请柬，我看谁敢拦我鲁阳王妃。让开！好了，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。啊？程少商何在？我在。程氏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！我有何罪？你无才无德，不忠不孝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汝阳王妃，今日突然前来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。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，何来颜面赴宴？若非带了王府侍卫，怕是都进不来你们曲陵侯府的大门吧？上座，老身更是担不起了。是我府上疏忽了。汝阳王妃地位高贵，无有请帖，也可以畅通无阻啊。哼，说的真好听。你们这些后生，忘却长辈恩典。不请我便也罢了，竟连未来军姑都不厌弃，是否太不知礼数了？曲陵侯夫人，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这不知礼的小女娘。来人，
把他拿下。是。简直疯了，真是不给我们程家面子。哎呀，夫人。汝阳王妃，你虽位高人贵，但我家将军也并非布衣百姓。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，汝阳王妃擅自责罚小女，是否有些欺人太甚？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声叔母，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妻，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，谈不上欺辱。来人，给我掌着程少商嘴巴！是。谁敢？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，如此武将之家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军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，今日来的军姑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这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！皇后勿恙！免礼。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陈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这11郎啊，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，乃陛下亲从侄女汝阳王妃的亲孙女玉昌郡主，谁知她竟然不肯答应，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呀。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。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。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。吃着程氏宴席，嘲讽程氏女儿，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颜面羞愧吧。哼。
别急，再等等。叔母，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素来温良恭俭，仁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叔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技压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欺人太甚，在你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，连姑舅城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城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陈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。况且在曲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信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？你才放肆！我们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。叩见陛下。皇后就是不如岳飞严厉，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三句话不离妾。啊，叔母。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，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。反了，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！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？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？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吗？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，你怎么不吱声啊你？你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鼓动玉昌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官里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城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长女不曾羞辱城阳侯夫人。
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仅凭陈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陈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誓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陈阳侯夫人起誓更真些。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陈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她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程女起的誓可信，她起的誓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，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陈阳侯夫人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，恐怕就不一样了。慈善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飞说的是。叶飞，霍君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，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，对林毅更是情深意重，从头到脚的帮扶。可林毅呢，妻儿生死不知，未满1年，便跟着淳于氏不清不楚，他对得起霍家吗？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，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子慎身上，省下的口粮也给子慎吃，那时林毅身在何处？他正在张罗着迎娶继妻呢。待霍君华寻回来时，已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，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。他是品行不堪，但是他也不是是位好母亲，他从未对不起子慎，那子慎更不能对不起他，去讨好淳于氏，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，今后淳于氏非诏不得入宫。我看见这种人就觉得心酸恶心。陛下，淳于氏行事再不端，也是老身的救命恩人。今日你们羞辱他，就是羞辱我。若不给老身一个说法，我今日我就……啊，要去死啊！哈，那太好了，那可太好了啊！不要到外面叫屈喊冤。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，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哎呦，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疯妇，一有不如意啊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妻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？你说说我啊，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苦修嘛？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结婚啊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呀，陛下，
父实在受不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叔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灵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。眼下兴盛儒学呀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，休妻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哎呀，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啊，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，哎，如要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是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军前失仪呀，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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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负我。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让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。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走，喝酒去。凌不疑与程娘子定亲，勉强算得上喜事。这汝阳王如何也大喜了？什么叫勉强算得上喜事？袁善见，会说话吗你？你每次定亲都能招惹祸事，还觉得自己很喜庆吗？我且问你。可曾后悔当初招惹凌不疑了？不后悔，关你屁事！不识好歹，终究你我师徒一场，我心生关切有错吗？你次次订婚，次次惹是非，可见所挑郎婿一个逊比一个。袁善见，你说话这么阴阳怪气，莫非是对我心生嫉妒？当真可笑！你全身上下有何事值得我袁善见嫉妒？自是因为我运气变好了，虽说钱庄亲事未成，但立刻又能再定亲。不似善见公子你，虽与子胜差不多年岁，但迟迟寻不到心腹。今日我定亲宴，来了许多世家贵女，不如我想法子给你撮合撮合。一人成亲了，便恨不能撮合全天下人都成亲，真俗不可耐。脑子有毛病。臣万松柏
参见陛下。王爱卿，快请起，入座。谢陛下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万爱卿如此迅速的凯旋，朕甚是欣慰。哈哈，陛下，那群宵小匪类不值一提，臣便是只用一支小指就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哎，将小将军王龙救回。他现在就在臣军中。哦，王龙说，他之所以擅离职守，是因为接到其父王纯的军令。陛下，王纯父子罔顾军令，理应严惩。父皇，此事蹊跷，还需再查清楚。陛下，可交由我们廷尉府来查办。老臣虽年事已高，但心得意才俊，善见。来，见过陛下。廷尉府侍郎袁慎叩见陛下。朕记得你，皇甫大儒的闭门弟子，他治世时，还曾向朕举荐过你呢，夸你啊，是当世的奇才。臣愧不敢当，善见不才，无功无德，愿为陛下效犬马。好，那王龙之案，陛下。自王龙出事后，臣便开始调查王家父子。昨夜万将军凯旋，臣连夜排查了王龙的来往信件，现已查清，这军令乃王纯之妻文修君仿造王纯所写，印章也系仿造。这一切皆因文修君急需钱财，贴补给远在寿春的小钱安王，才令王龙铤而走险。此乃政务，还请陛下检阅。岂有此理！这个文修君竟然怂恿小乾安王铸币，朕呐，是念及老乾安王的功绩，才只是罚他禁足而已。他可倒好，弄出这么多的是非出来。好啊，既然他求得一死，朕便成全他。传令，从即日起，收押文修君，革去他的封号，赐白绫。陛下，文修君毕竟身居内宅，不懂军情利害，但王纯放任妻儿糊涂行事，此番作为不当再居朝中。子胜，王将军只是一时失察而已，不能治家者何以治军？这军印藏枕头底下，估摸着王将军都守不住。也不知道他这般糊涂，将来又能如何守住城池，守住家国？不错，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险不及矣啊！父皇，儿臣认为应当从严处置王纯父子。朕已经给过王纯机会，可他一错再错。他德不配位，那就不能再做这个车骑将军了。好吧，传诏，从即日起，革去王纯父子的官位，收没家产，贬为庶人。陛下，文修君肆无忌惮，王纯又如此放任不管，依臣看来，外戚犯事，多是有人监督不力。
太子，你可有话要说啊？父皇，王纯对一切都不知晓，文修君他只是护帝心。此事不用在意，散了吧。是。万将军再创功勋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同喜同喜。万将军啊，你是大有作为啊！此番将文修君母子的罪行昭告天下，怕不是宣誓全族，也要赶你的忠勇啊！哼，娄太傅言重了，区武将一个的我，圣上让我打何处，我便打向何处，其他事儿与我无关。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。主君在位，娄太傅大可不必担忧，倒是我们岳氏仰人鼻息，活得艰难呐。凌将军，凌将军，这是程娘子托小的特意送来的。将军下朝前，程娘子一直守在炭火旁边，说将军下朝时正好能有一碗热汤喝。去吧。林将军，程娘子对你可是厚爱有加，真是羡煞旁人呐。季大人告辞。单杰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？再有脾性的女娘，一亲后也腻腻歪歪、俗气的很。我可没兴趣娶了。王娘子，老身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皇后现下身体不适，你这长秋宫外吵吵闹闹，是安心不让皇后养病吗？王娘子，如若告知中皇门来拖你出去，岂不难堪？你们这些下国之人，皇日一个个卑躬屈膝，如今看我家遭难，便要踩我一脚，好一群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！皇后乃后宫之主，长秋宫人还需去奉承谁？哪怕是皇子公主在此，也是恭恭敬敬。你个外臣之女，倒是跋扈得很。你个程少商，我早就看出你奸猾歹毒。如今我家遭难，你终于可以如愿的站在岸上看好戏了。我今儿偏不走，我要见皇后。皇后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破人亡吗？姨母救命啊！姨母，念在我阿母和你是至亲骨肉的。什么骨肉至亲？皇后和文修君不过是姑舅姊妹，不同宗，莫要说的这么亲切。五公主到。老岭，你阿母惹下多少烂摊子？平日里对母后多不敬，还有脸来寻母后求情，真是厚颜无耻。五公主素来与我亲厚，我也曾鞍前马后的相立，不如今日再救救我家。我可不似母后好脾气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就让大长秋过来，以扰乱宫闱罪名将你杖毙，看哪个会听你说话。五公主，杀鸡焉有牛刀，我把王娘子骂走便是。也好，此处就先交给你了。过几日我再来为母后贺寿献宝。姨母，救命啊！姨母，被打死就赶紧给我闭嘴！姿势体大，牵涉更大，不是你我可智慧的。
陛下，程娘子来了。这些日，已为子胜送汤送菜，这个手艺看来啊是精进不少啊。子胜这个臭小子还舍不得给朕尝几口，还好你呀比他懂事。陛下可吃得惯？这个味道，朕已经是10几年未曾尝过了。当初啊，朕的叔父牙口不好，最爱吃豆腐了。朕呐，就跟着后面尝这么几口。这是臣女专门去学的做法。说来这豆腐，还是寿春的最好。陛下，你再尝尝这肉羹。今日为何都是寿春菜式啊？这些食材都是王陵送来宫里的。陛下也知道，他外大父祖籍就是寿春的，家中自然常备这些。如今王陵要嫁去寿春了，自然随时都能吃到。可如今文修君若是不在了，皇后想念旧时口味，想吃也是不易，所以王陵才会特意教臣女做这几道菜，说日后皇后若是想吃，便做给皇后吃，也算是尽她一份心意。他倒是个孝顺孩子，就是摊上了这么一个混头的母亲。哎，他过去那样对你，你非但没有落井下石，反倒拐弯抹角的替他说话。臣女在陛下心中，竟是如此小肚鸡肠之人呢？我只是想他日后能过得好些罢了。你也是心善，这样，朕赐王陵一份厚厚的嫁妆。他和彭坤的婚事，虽说是由文修君所定，但是彭坤啊，当年是救过建安老王爷的，也参与过救援孤城，算得上是朕建功立业时的大功臣。那如今呢，他据守寿春，也算是一方的大力了。纵然他的身体是略微的亏损些，但是嫁过去，日子不会差的。臣女听王娘子、皇后，谢谢陛下。此事与皇后又有何干系啊？老乾安王毕竟抚育过皇后一段时日，平日里哪怕文秀君再跋扈，对皇后多有不敬，可皇后心里都是忍着，哪是怕他文秀君，只是惦念故人罢了。可如今文秀君将死，皇后听到消息之后，便又病倒了，难免要伤心好一阵子。子胜也与朕说过一样的话。老乾安王是为了救霍兄而死的，而文秀君姐弟是老乾安王在这世间唯一的血脉。罢了，虽说他呀伪造军令，认罪当诛，但是幸好呢，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和后果，朕就免他一死吧。多谢陛下不杀之恩。陛下将此消息告诉皇后，她定是药到病除。走，随朕去看看皇后。是。
你爱做什么？自由。你跟你阿父在一起，今日来，就是要来给我哭丧吗？女儿是汉姆10月怀胎生的，女儿怎能不来相送？况且，女儿有2句话想问问阿姆。阿姆可是受了小舅父的欺骗，被他们利用而不自知，删掉军队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事啊！什么他们？他们是我们乾安王族的根，没有乾安王族，哪来你这个孽障？阿姆，我听说外祖父还在时，小舅父根本就没有把你看在眼里，平日里对你有多有轻慢，你何必为了他自毁前程呢？这不仅仅是为了你小舅父，这是为了我们乾安王族的生命。他日你也可以用乾安王族。什么靠山不靠山的？别说是小舅父了，便是外祖父还在时，你都没有沾上过乾安王府的光，何况我个外孙女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阿木，这个没有心气的孽障，果然是你蠢材父亲的种。那我再问问阿母。一旦事发，阿父和阿兄都要受到牵连。你丝毫不顾惜我们这些孩儿，为了我们乾安王族的大业，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人。哈姆，你可知舅父修书圣上，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头上。他说既不知道铸币一事，也从未有过调动军队之举，只是因为封地贫瘠，他才央告阿姆索要些财帛，只是想让他的姬妾儿女过得宽裕些。一切都是你自作主张。你可知，圣上本是要取你性命，最后是看在了皇后的面子上，才将你改为幽禁。你日日愿读诅咒之人，最终救了你拼却性命想保护的人，却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。
小舅父，他说的对，留在青山在，不怕没产生。他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顾全大局。到了寿春以后，我会日日拜求上苍，保佑圣上和皇后万寿无疆，安康无忧。至于你，便守着你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，在这屋里过一辈子吧。母后，你身子终于好些了。父皇说待你寿诞之日要好生操办，令你高兴呢。我这刚缓过来几日，心中尚不畅快，不想做寿了。举办寿宴又不许母后操劳，只要将寿诞采买的活计交与儿臣，儿臣与幕僚来替母后分忧，如何？你父皇之前说过了，将操办寿宴之事交由少商打理。那程少商才进宫几日啊？他连你过去寿宴都没参加过，哪该知道如何操办？母后，你去求求父皇，儿臣绝对比那程少商能干。你是要替我分忧吗？分明是惹我心烦。你就要与小月侯之子成婚了，哪有嫁出去的公主掌管后宫事务的道理？再说，如今你父皇查得紧了，你再想从后宫用度中捞些好处，可休要做梦了。母后话可真难听，我有偌大公主府要养，怎能不想些门路？母后寿宴将至，父皇定会好生操办，我替母后分忧，手头又能宽裕些，有何不可呀？你是要养公主府，还是要养你那些幕僚？你嫁人在即，我劝你还是尽早遣散那些幕僚，免得令月事难堪。他们若觉得难堪，就不要娶我呀，我又不稀罕嫁过去。再说了，儿臣府上那些幕僚可都是正经儿郎，从不与儿臣嬉闹的。什么味儿？又在给子胜准备吃的呢。近些日子，你命人送食盒去子胜车上，许多大臣都瞧见了。如今啊，宫里宫外都在传你贤惠的名声呢。当真？都在说我贤惠。对郎婿是贤惠了，可孝民还不贤。皇后还说我们对你没有孝心，这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熬制糖浆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宫中的饴糖珍贵，我便想出此法子，才能多做一些糖。这样皇后每日能吃些甜食，心情也能变得愉悦许多。来，如何？真甜。看来这长秋宫啊，朕以后啊不用日日来了，倒是有人比朕更会哄皇后啊。陛下，哎，朕在殿内找你不在，原来啊，你和这小女娘在此啊。哟，这又是在鼓捣什么呢？陛下，这赤豆羹配上我新熬制的糖浆，可真是太好吃了。哦，陛下尝尝。这个甜味和宫中的膳房做的很是不一般。是啊，陛下可知为何不一样？
因为这甘蔗是臣女专门命人去买的。哦，榨汁之后熬煮了好久才熬出来这样的糖汁，还有这榨汁的木器和熬煮的陶罐，这些都是臣女专门盯着匠人一点一点做出来的。不错啊，只可惜啊，这制糖之法不可举国效仿。美味之物人人都喜欢，但是天下的人力物力呀，就这么些。倘若这甜食广受豪族追捧，那家家户户都去种甘蔗而不种粮食了，那就成问题喽。可不是吗？母后一直主张节俭，偏有人想着法子的铺张。陛下，臣女明白的，国力就像粟米这般大，当然要用到该用到的地方。那你可知晓什么是该用之处啊？粮食、铁器、马匹。哎，可以啊，陛下，这些并非臣教他的，这是皇后教我的，皇后还教我读了《盐铁论》，还有贾谊大夫的什么那个典籍。反正是真真切切全部都读过了，只是没记住吧。不过陛下，你大可放心，这购置甘蔗的钱是臣女自掏腰包，不曾花到宫中的开销。为了哄我们皇后开心，臣女这腰包里的钱都快花光了呢。哦，好啦，知你有这份孝心啊。子胜，你这个心腹很不错呀，这赏赐你251。谢陛下恩典。少商办事且甚是放心。陛下不知，宫中那些最精于数算的女娘，算账啊都没有少商快。洛娘子不日就要远嫁西北了，妾想让少商打理后宫事宜。母后，少商敏捷孝愚，应节得体啊，的确是担得了此任。皇后的寿宴是你打理长江宫以来第一要事啊，不可怠慢啊。是。五公主，洛娘子，你本是我少年时的伴读，自小在长秋宫中服侍母后，宫中杂事协助翟媪打理。可如今母后将事务交给程少商，他不过入宫才几个月，就越到你头上去了，你可真的甘心？五公主言重了，我即将嫁去西北，于程娘子而言，宫廷就是她半个婆家，如今不过提前孝敬宫里舅姑，她与我终究是不同的，我有何不甘心？可惜啊，我原本以为母后会将你许配给11郎，没想到会被别人捷足先登。阿紫明明寿宴后才出嫁，皇后却现在就让我们所有事务均听她的。我瞧就是她会溜须拍马，令皇后昏了头。阿紫宽厚不与她计较就罢了，为何还要我来忍？皇后主意，岂容旁人知会？你也少说两句，以我命苦，怪不得旁人。皇后，少商有一事不明白，少商想要夸我便就夸我，为何要赏赐子尚，还要把我强留在宫中？他的不就是你的，难道也要计较？说不定这200户是圣上给你熬糖的花费呢。我不是计较这200户，
只是如今我将事情做好了，却是子胜的光彩。那你可知，当初圣上下旨嘉奖于你，是子胜亲自求来的。是他亲求来的。那时他正要出征，并没有为自己求半分恩典，他担忧你在楼家受人白眼，特求圣上下旨嘉奖于你。那时候，他就对你用情至深呐。我竟没想到他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儿。我只是觉得，如今大家看到的我，都只是子胜的心腹。可我自己呢？陈少商又在何处？那照你说来，圣上麾下的将士谋臣，就都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。若是谋划好了打了胜仗，那是为圣上开疆拓土，其他的皆与他们不相干。若谋错兵败，那便是圣上的不是了。可自古以来，在这满天星空下，那些纵横捭阖天下的名将谋士，他们的姓名一样在皎皎银河中熠熠生辉啊。真的吗？成婚之后就是如此。他的意是我的，我的意是他的，两人自就是一体。你以前呀是独惯了，总想着自荣自辱、自生自灭。成婚以后可不能这样了，要学着转还，学着此山不开，就开他山。你与子胜成婚，虽不能随娄公子远走山河，可难道在这座洛河上城，你就不能做自己了吗？皇后说的对，若郎君是骄阳，光照万里，那么女娘亦可是繁星，灿烂星河。日月星河，无所谓高低，更缺一不可。唯有并存，才成就此方天地。次兄，你这口味什么时候变了？这么甜的甜饵留给谁吃啊？定是留给七七吃的。姓万的竟妄想让我乖孙入赘，这亲事免谈。这甜饵，他闺女别想吃了。阿松，给大母吃了，大母最喜欢吃甜物了。哎，这说起来还是和原来在村里一样，一家人围着一个案子上抢菜时才觉得香啊。每回进宫，我一愿意分餐而食，我都觉得食不下咽。也不知袅袅在宫中是否过得习惯。这都几日了还未归，想必他是贪恋皇宫的生活，不愿回家。照此下去，他的生辰，你我也不用替他筹备，一并在宫里过了吧。才不是！我家袅袅的性情，我知晓，定是被那凌不疑给绊住了。
子胜，袅袅呢？为何不一起归家？袅袅被圣上留在宫中了。今日圣上命袅袅筹备皇后的寿宴，想来得有好一段日子无法归家了。好一段日子，要多久啊？待到皇后寿宴结束之后吧。子胜今日前来，还有另一件要事相求。单说无妨，是要我做些什么？我怕少商在宫中住的不习惯，所以前来取一些少商用得惯的小物件进宫。这还不简单？林芳，陪林将军到袅袅屋子去挑选。是。如此，子胜就不客气了。啊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哪是拿点小物件啊？这分明是抄家呀！